好，那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的是赵云的速通记录。在这里面，很多人说小狼啊，不对呀，赵云的速通记录不是说啊有那个美版的，也就是说世界版的18分钟，然后日版的不到17分钟嘛？怎么现在这么长时间啊，要花了半个多小时？但是你看的那个是我们西坡大神做的 TAS， 两版，一个是世界版和日版。那么我目前呢是《三国志》日版的赵云速通记录，而且也是传说中仅次于黄忠的其他角色的记录啊，甚至他比这个咱们选的魏延啊什么还要快的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的精彩。操作者呢是目前咱们《三国志2》里面的最强速通大神之一的荆门大帝。也是巅峰星荆门大帝啊，他是突破了2个记录，这个记录呢是我前2天得到的，然后我觉得呢这个记录呢应该是非常不错啦，用了32分钟多，但是没想到他在短的时间内啊，就是在这个接后的2天呢又出了黄忠的这个速通记录。所以说啊，可见啊这个荆门大帝啊真的是目前这个速通上的一个佼佼者了。赵云呢是32分钟16，他的黄忠呢下一步呢是31分钟27，比咱们的这个赵云呢还是要快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黄忠这个定位的角色确实是适合摊分和速通，尤其是摊分啊。当然呢，速通是适合的话仅限于人脑，如果是 TAS 的话呢，目前来讲呢，即便呢也不慢啊，但是确实应该说比这个赵云啊要慢一些，因为它有一些这个它是保证自己的下限非常的高，而上限呢就不如这个赵云了。好，当然咱们讲解了那么多啊，也是跟大伙说一下，因为甲流刚刚过，我狼的这个嗓子呢，就感觉不知道怎么发力，声音呢听起来虽然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就总感觉啊这个使不上劲儿，然后也没有什么比较高的调啊，说一说会比较哑，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也感谢大家伙的多多支持。如果你听到这里的话呢，没有关注的呢，麻烦大家伙呢点一下关注。如果要是关注了之后呢，咱们每一部视频呢也习惯的帮我们小狼点一下免费的赞。虽然说呢这个对吧，这个赞呢虽然说浪费了大家小手指头点一下，但是真的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好，那么可以看到呢，第一关李典呢，我相信任何一个玩家啊都能过，但是呢第2关呢夏侯惇就比较难受了。不过好在呢，可以看到啊，赵云呢，起码呢，他的功夫呢也不是特别的，对吧？也不是特别的弱，他容易呢被对方给这个连招致死。所以说，高手起码呢，他的优势呢就是在于他的这个保证自己啊不被敌方连招。而且你可以看到啊，打的伤害不高，但是呢 A 2下之后呢，也可以用这个投技把它扔走，而且利用 A 2下的这个歪轴错位，然后来打出这个稳定的输出伤害。可以看到啊，这个骑马的话呢，它上下移动非常好，而且它的这个朝向目标呢，稳定都是啊，对吧？稳定都是一直朝向一个方向。人脑的话呢，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人脑 A 的过程当中，走的过程当中呢，没有马呢丝滑，所以说骑马呢，对于赵云来讲呢，反而呢还是一个小的加强啊，对吧？啊，对于人脑操作的话呢，只要你对马战特别的这个顺手，哎，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他在这个夏侯惇骑马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马上 A 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夏侯惇给扔飞。所以这也是因为这也是一个特殊的玩法。其他人的玩法呢，都是选择抓住一个弓箭手扔出去的一瞬间，然后呢选择这个移动过去。这样的话呢，可以用这个投掷的这个小兵把夏侯惇呢砸下马去，然后呢用这个对吧？用这种方式呢来起到一个非常安全的输出的这个环境。然后呢，把马砍没之后呢，这个马消失了，夏侯惇呢就没那么嚣张了。有马的话，夏侯惇啊还是比较厉害的。像这种骑马的BOSS 呢，比如说像夏侯惇，比如说像这个淳于导啊，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徐晃啊，这都可以啊。骑马的话呢，它的攻击频率啊，特别的震撼啊，容易去给咱们打突袭，用来秒咱们，就跟咱们骑马也一样。你可以看到啊，咱们骑马的话呢，小兵打咱们之后呢，咱们呢反应速度会特别的快啊，也就是说，他打完之后呢，咱们有一定的硬汉这种感觉。很多人会说那不好吗？像霸体似的啊，马上我们就可以反击，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其实呢，它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咱们在马上呢，经常啊，这个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打不
不到咱们，一打咱们往后一仰，然后被包围，或者说好多小兵同时再出攻击，真的很容易被秒杀，这个血量啊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呢，操控起来真的是很烦。你也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金文大帝呢玩到这儿呢也是这个费了好多的血，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容易翻车。所以说呢，不要觉得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啊。骑了马之后呢，输出对吧？这个输出很高，也很稳。因为呢，这个如果不用投技的话呢，这个 BOSS 呢它是不会倒的。如果 BOSS 不倒，它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持续对它进行输出。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在马上呢，你 A 2下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马上就能取消，对吧？不能马上取消，要不然就要一脚把它踹飞，要不然给它扔走。这样的话，它就会在这个屏幕的另一端，你就不好对它进行持续的输出嘛。骑马的话，你看 A 2下，然后一个投技把它摔走，这个伤害非常的实在。没有小兵看着的话呢，一直 A 是最好的，最后扔一下，但是这个伤害不是很到位，再扔一手直接扔死。可以看到啊，咱们的这个高手大神啊，他打这个 BOSS， 他牛就牛在呢，相反打小兵的时候呢，他的韬略啊可能是不是那么稳，但是打 BOSS， 反而你会发现啊 ，BOSS 非常的简单，这个呢也是很有趣的啊，就是好多小伙伴呢是会打小兵，但是不会打 BOSS 啊，这挺难受。那这个地方呢，咱们打这个3美，跟大家伙再讲一手啊，就是说，骑马的话呢，并不像大家伙想象中那么简单，就跟很多人看黄忠啊，觉得黄忠很简单的样子，但其实不是的。这种黄忠啊，就是非典型的这种ACT 动作冒险啊，它是远程一些，但是呢又没有贴身短打的能力啊，就确实有一点点能力，相当于没有。比如说他虽然说有投击可以抓，但第一时间下扣扔的比较近，跳投呢扔得远，但是需要多余一个动作。同时呢，他的近身攻击只有跳 A。或者是下跳接下上跳，所以说呢，黄忠呢是不好操控。而这个骑马呢，就是说，除了容易被秒之外呢，再就是啊，骑马呢真的是左右转身需要用跳来转身，或者利用长达2、3秒的2秒的转身时间啊，就是你拉住后往后走到一定程度，它会自动转身，所以说也不是特别好。虽然说呢，摁住这个前跳呢有一顿大风车啊，当然呢，这个黄忠是没有的啊，这其他角色包括魏延，魏延和这个赵云看起来有点像这个只有这个 X 轴的大风车，而这个张飞也是啊，而这个而这个关羽呢，他就是有点这个横向的这个 Y 轴一点点的转啊，也是挺好的。但是其实赵云啊，跟大家伙说，很多人说赵云为什么新手玩不是很好，因为赵云的攻击距离啊并不是特别的远。而且呢，这个赵云的伤害不是很高，但是优点是赵云的速度快，而且他的下跳用来带步，可以看到啊，非常实在。他是在一个没有跑的游戏当中，真的实现了有跑啊！虽然说黄忠和魏延也是有，关羽的话，哈哈。太慢了啊，相当于没有啊，就不说了啊。而这个赵云呢，他的攻速也快，攻速快呢，很多人说那他是不是对于这个对吧？对于这个输出也有好处？对，攻速快呢，他就会包括他扔人的速度也很快。你看他抓住人之后呢，一扔瞬间就可以扔掉，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输出的一个能力呢，就是下上 A 或者是下前上 A。下上 A 呢是原地的升龙，我记得我跟大家伙科普过，下上 A 呢就是类似于像街霸啊这个街霸2里面那个白人这个跟大家伙讲，因为这个龙啊这个和这个肯啊这个街头霸王这个游戏呢跟咱们的三国志2呢是一个公司啊，也都是卡表的啊，也都是卡普空，所以说呢这个有的也很借鉴的，比如说魏延的这个下上手就是骨裂的这个剪刀脚，对吧？这个裂风脚啊，反正怎么叫都行，就是蓄力的下上脚。赵云的这个也是，赵云呢他这个下上 A 的这个升龙呢，就是原地升龙，就是龙的这个大升龙，而这个下前上升龙呢，就是肯的升龙，打得远。这个应用的不太一样，这也是确实是有应用的这个空间啊。而且呢，把这个小兵转到一块儿，他这个下上手打的时候呢，会打出这个节奏，也就是说可以多段重置。如果小兵卡的比较多，你可以这样的话，这个下上的这个打出的这个效果啊，上限非常高，可以打出满点。这样的话，一个群体的一个输出，那就效果就非常好了啊。包括像黄忠也有这种类似的效果啊，黄忠啊、魏延。但是你像这个关羽呢，虽然说也可以说也有，但它有前半段，
然后呢下上升上去，再落地一坐，然后还得回身一个屁股墩儿。所以说呢，关羽啊，关羽在下跳和下上手特殊技这一块呢，确实是偏弱一点。对于新手来说，他牛就牛在他的攻击力和他的攻击效果、攻击方式。比如说123一腿一个啊，对吧？一个腿踢出去，那个效果太好了，太适合清兵了啊，比较安全。也就是说，目前来讲呢，打这个无伤挑战呢，也就是说关羽是最好打的，也是我唯一解说过的一个无伤挑战啊。其他的角色就真的是不好打了。赵云的话，你可以看到输出确实上限很高。A 两下一个下上，这个但是也有危险啊。如果说，对吧？你看该写啥写啥，也有危险。你下上手的时候也是会像关羽一样的窘境，落地的时候呢没有后续的技能，容易被这个对吧？这个包围的时候呢容易被打，所以说也挺难受的啊。好，转过来1、2下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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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直接下上砍2半，非常的过瘾啊！这个少杰，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个足球明星啊，大家伙都了解啊，叫邵佳一，对吧？也是国足的啊。当年的国足虽然说也被骂，但是当年的国足用现在的眼光来讲是真的强。这个要不就是很多人玩那个真三国无双，敌修武器托他一，这个音译吧啊，发音。小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中2啊，我也中2过。比如说发什么招式或者玩什么游戏的时候，都愿意这个喊一声，对吧？比如说玩街霸，很多人把人打死之后呢，都愿意喊一声 "You 牛逼200"啊，要不然呢就是对吧？这个要不然就是拳皇97啊，有的时候会喊，是吧？现在有好多这个做这个抖音做活的，比如说 P 哥也是经常cosplay 一些拳皇角色或者说动漫的角色啊，也是会中2的喊出来。这个确实啊，有的时候喊出来的效果非常好。你要看很多动画片，为什么说他们练招式的时候都要把招式的名字喊出来啊？主要就是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半个解说嘛。你要是有小狼解说，你能看懂这个游戏，或者说你觉得挺有意思。没有解说的话，是不是比较单调了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小伙伴留言说，哎，本身视频挺好看的，你搁这叭叭的，就是真讨厌啊，这样给你静音了啊！当然这种呢，我也能理解啊，毕竟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解说的嘛啊，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声音，有点猥琐且淫荡啊，以导致很多小伙伴呢不喜欢我啊，你懂的啊。好，来看看卡住的话我也会，但是你看他这个的话是怎么个情况？是一直养马打1、2，扣上来卡住柴火垛。好，这个地方如果运气好卡得好的话啊，就比较好了。运气好卡的话呢，它会节省，目前来讲会节省10几秒钟的时间。好，躲啊，因为它还会再刷兵，现在可以一直前顶了。这个位置可以前顶啊，还是不太行。A 2下一躲。这个位置勾引上来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所有的小兵先卡在柴火垛子上。这个运气不好啊，运气好的话，应该还会再节省个17、8秒钟。我认为这个上限是有的。来看看，一直前跳，前跳不要点的太快啊，点的太快就会出现现在最后这个技能就是转的话呢，容易把 BOSS 给转倒啊，就不太好。连续用马头往前顶呢是最实在的。所以说也是要注意啊，你点的快就不行。还有人说，很多人怎么用这个马，然后冲过去的第一时间，然后用武器一下把所有的小兵全部打倒。那个招式呢，就是你点一下跳的过程当中，马上点 A，包括关羽啊都可以，张飞这个赵云都是可以直接一下直接捅过去一下把人捅倒。好 ，OK。可以看到啊，这个马上到了整个游戏当中，对于民间玩家来说最难的一个关卡，就是说桥头啊，长板桥啊，长板桥那个地方呢，最难受的点呢，就是双 BOSS 加一个赵家五虎加一球子小兵，然后地图呢，虽然说左右很长，但是上下很窄。挺难打，而且这个安妹它还会远程发波，还会转过来啊，所以说不太好打。也是我狼的一个小噩梦。我玩普通难度啊，也可以挑战一命通关，但是呢，经常会在这里翻车啊，但是你懂的。然后再下一个翻车呢，就是虚晃。相反，最后一关呢，反而我狼翻车的机会啊，不是特别高。好，卡到这个位置。直接下上，你看这个
群体 AOE 的攻击啊就比较爽了。手里拿的这个剑呢，虽然说好像并不是，因为咱们的倚天剑和青钢剑啊都是特别的大啊，就是目前捡的这个剑的大小，咱们手里拿的是一把短剑啊。这个赵云这么拿，手里拿着剑啊，这个然后又捡了一把剑，这个叫参差剑，一长一短。对吧？这个大伙看过咱们的国产的经典的这个动作电影啊，武侠电影啊，叫《剑雨》。剑雨呢，好像是有个叫郑宇盛的演员吧，是个韩国人啊，他扮演的男主就是用的参差剑啊。这个确实是有这种武器，这种武器呢，都非常实在，短剑打力量，长剑打距离。对吧？左手长剑，右手短剑，惯用手是右手啊。当然，也有的人左右手都可以用啊，都是左右撇子啊，也还好的啊。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一顶下上，直接砍倒，压制起身。大家伙要记住啊，这个青钢剑，小的时候大家伙都叫青红剑，也无所谓。这个武器啊，按照我认为的排名是整个这个游戏排名第3的武器。第1的武器啊，自不必多说，草剃剑。第二强的武器呢，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圣剑了啊，攻击力非常高，也是可以一下子呢把所有的小人都砍倒。第3呢就是咱们的青钢剑，也是可以把人砍倒，但伤害呢比圣剑稍微差一点。第4呢是七星剑，也是可以一下把人砍倒，清兵能力特别强，但是呢伤害呢比青钢剑还少一些，这点跟大家伙也要说清楚。第5呢就不用说了啊，这个咱们就可能是倚天吧啊。当然呢，很多人说觉得像村正、什么村宇、什么郑国好不好？那个就一般啊。再呢神器呢，比如说碎锤或者是晕锤。这个地方很多人说为什么有补？其实右上角已经看到了有一个补的，即便你不吃那个补啊，你不在那个地方把那个补给打碎，它也会被咱们的小兵给打碎露出来，它会弹出来的啊，你不用第一时间把它打掉的，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好，来看看这个位置有了武器啊，其实如果你掌控的好的话，武器是真的好真的好用，一下把人砍倒啊，这个确实是很实在，而且血量不少，看没看见？这个血量啊，真的是仅比圣剑差一点点。摔过来，用武器的话呢，是真的可以卡角落，当然这个安命的除外啊，其他的 BOSS 还好，有很多 BOSS 可以用武器卡，但是你 A 的话就不行。好，来看看这个安美后面的小兵，这里面还能给咱们报这个补血的就比较好啊。你看看这个，我说句实话，对于我来说，那这一关就过了，对吧？即便我没有这个武器，也是应该能过了。他有个小包子，有大腿，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心里有底，你就不会那么冒险，就不敢频繁的用血杀嘛。如果你敢频繁的用血杀，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的问题啊。好，来看看这个地方，应该第一时间打碎啊。打得快呢，咱们通关速度也快，一定要打，利用这个往前移动的这个效果啊，也是挺好的啊。最后那一堂直线，哎，一个下上，非常漂亮，还剩余12秒钟就完事儿啊，确实是。但这个一定要摁住啊，这个让这个分数的这个加成啊，要稍微的快一点啊。好。来看看赤壁之战1，这一关啊，我跟大家伙说难点在哪？难点就在于啊，如果你拿了那把圣剑不小心掉了，对于很多新手来说是一个非常痛的点。对于我狼来说呢，难点是最后 BOSS 出的那个张辽出的那个小忍者兵。忍者兵对于我来说啊，我是非常的噩梦啊。这个很多人说有人怕这个肥肥，有人怕这个赵家五虎，其实我还是偏向于怕这个忍者兵。赵家五虎呢，我也并不是说不怕。因为它血量太多了嘛啊，所以说还是有点怵。当然，这个忍兵它这么点血，最多啊，就是这个忍啊或者龙啊，它最多也就1管血，但是我还是非常的怕它。当然，很多高手呢就知道啊，他在空中突袭或者滚过来一捅你呢，虽然说很赖，但只要你走位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 ，OK， 你可以看到我这刚说了能有个20多分钟啊，20分钟都不到啊，我的嗓子有点受不了了，真的是有点老了啊，有点老了。这个嗓子有点整不过去了。以前一直播对吧，6、7个小时，后来4个小时也还好，到现在呢，这个半个小时都扛不住了。那也就是说，20岁的时候可以一夜7次郎，每次7小时。好，圣剑。一定要打出最高上限。用圣剑呢，很多人说，哎呀，如果说一堆赵家五虎的话，用圣剑砍是不是不合适啊？打得慢啊，不如把他们圈到一起打。但是不一样，这个地图呢，因为没有实心角落，所以说不能用下上去打，反而用圣剑呢是最好的。我们看看用圣剑啊，圣剑呢虽然说偶尔啊这个掉了也不会完全掉，或者说很多人说掉的第一时间马上捡起来是吗？玩恐龙快打。玩多了是不是？但是这个圣剑啊，确实是一旦掉了，真的是太可惜了。它比青钢剑确实牛一点，而且呢，面对张辽，只要你把忍者兵控好，然后控出这个弓箭手，弓箭手呢你卡住，这个时候呢你打他，这个张辽几乎啊就是被你卡死了。他什么撇飞镖啊，什么冲过来啊，都没有什么意义的啊。这个你的武器攻击确实非常的长。好了，来看看，这就是说卡住忍者兵。哎，这个距离非常好，他跳起来，打我的时候为什么都是走过来然后再跳啊？为什么他们都是在远处跳啊？这个就有点嘚儿了。你看他站的位置啊，并不是纯把头，他是要站在这个稍微离这个板边远一点的地方。哎呀，刚才这个嗓子啊，连续咳了30、40秒啊，然后把麦克风关了，这要不然大家伙心里也不好受，感觉这个真的是不行了，这个咽炎肯定要不是哪个地方发炎了，要不就是嗓子发炎了啊。好，那刚才你也看到了，只要其实把这个忍兵卡住，他前面那2个忍兵，你困难难度啊，怎么感觉所有的小兵啊、BOSS 啊，见到高手之后呢，智商都变低了呢啊？对吧？你是这么感觉的。当你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小兵这个 BOSS 跟疯了一样啊，完全无法理解的啊。OK， 看看。这个有的时候被这个小兵抓是最实在的啊。没见过被小兵抓是不是？你要被赵家五虎抓了还行，被小兵抓，但第一时间呢，咱们也不会受到伤害啊，这点也是挺好的。好，速通呢，咱们就是很多人都知道欲速则不达，但是如果你要是对吧，速通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节奏。有的人呢想要打无伤或者想要一命通关，想要稳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玩的稍微慢一点，稍微规一点，对吧？这个小兵呢没有必要一起打。因为一起打的话隐患就多，但是你速通的话就要一起打才好。他一上来就是把所有的兵全引出来。好，用这个炼狱啊，这个是炼狱，肯定不是修罗，修罗是单刃的啊，它是双刃的，双刃就是炼狱，也就是26级战士可以拿的这个对吧？这个传说中的这个道具这个武器啊，0-26啊，我是吧？还是0-25啊？0-25啊，对，0-25。好，来看看这个，只要没有3美啊，基本上小兵对于高手来说是没有什么震撼的伤害啊，这个伤害这空间的。而且像赵家五虎什么的啊，只是单纯的血多啊，高手是不会怕赵家五虎的。而且这一关的话呢，是作为第8关，倒数第2关最长的一关。这关呢，它是有真正的赵家五虎全部齐聚一堂。如果你玩战狼版，是赵家10虎外加其他的小伙伴啊，真的是很难打。好，来看看这边，下上这个就差1丝血。你看这样的话，一个不小心浪费2秒钟时间，跳出来，然后直接走这个斜道。这个斜道不要在斜道上跟小兵搞事情啊！
你要不然就像他一样，奔放一点啊，这么打，那也比在那个斜道上打好。要不然呢，你就勾到上面去，然后你再勾到最上方。这个斜道这个地方呢，小兵的判定很诡异啊。有的时候呢，你真的是你打不到他，但是他能打到你。起身向上一压，但是呢，有一个漏网之鱼血杀，你不血杀要死的。你看，即便是大神啊，有的时候操作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困难难度呢，挨打一下费血非常多啊。当然，咱们这个血杀还是正常的啊。你挨打一下费血非常多，这样的话就不太好了。好，抓过来一扔，回身一甩，卡住，这就真的是非常过瘾了。下上，他起身时间不一样，所以说还是不好卡。这让我想起了《拳皇97》里的星月千鹤，对吧？你起身时间非常慢，有的时候呢，有的人起身时间非常快。像那种看 bug 阵就能看出来，比如说 bug 阵的话，你2个跟反一个阵，比如像东上啊，像克拉克、拉尔夫，板崎良啊，2个跟反，这就特别的快了。起最慢的啊，那就是千鹤了，不用多说。好，这个地图可以看到，走正上方，石头砸不到你，然后赶紧补一个大猪。这个大猪呢，加血并不是最多的啊，可以看到，看起来好像挺震撼的样子。据说这个游戏的烤鸭加的血是最多的，大猪呢，烤乳猪啊，那么大一个也加不满血。这就是传说中的赵家五虎。这个赵家五虎其中有一虎啊，好像是赵明吧。是赵明吧，他身上有一个碎锤儿，这个碎锤儿一定要保留下来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当然是速通的话，保留下来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摊分啊，不是摊分，比如说那个踏死啊。好，赵明是黑色的那个是赵明啊。好 ，A 2下，然后卡出来两个在一起，躲一手。你看，最后这个赵明身上有个碎锤啊 ，OK， 捡起来。然后马上这个地就碎了，一个鱼，运气是真的好。碎锤你可以看到它的攻击频率非常快，打到人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做取消，然后你看一打就碎了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取消往前走，最主要是可以往前走。这个碎锤呢，虽然说不能一下把人打倒在地啊，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但是一旦操作好了是真的好，攻击力呢还不低。好。等门碎，那个补血都不用吃。好，看看啊，在上方绕过来，等他一个冲刺，站在这个柱子这儿，一跳 A 一踢，直接把小兵全都踢走，摔一下，8、9、10、11、12、13、14、15，一摔，这是打身后，再来一下，运气真好，他怕不保险，赶紧再血杀一下。不过没问题，这个血杀都没有打到人啊，直接用一把碎锤单秒虚晃，那真的不是跟你嘻嘻哈哈。OK， 看看华容道这个地方速通有效果啊，赶紧吃，1、2、3，然后4，就过图了。你要不赶紧吃啊，那就慢了，浪费好多时间。好，直接往外扔，可以穿过这真的是可以穿过这里扔出去的啊！这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贴图小 bug， 从这个柱子里扔出去啊，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啊，那个柱子是有缝的啊。好，走正上方，拿上了这个游戏当中的最强体验神器啊，这个草剃剑。小的时候我们叫草猛剑，因为那个字儿呢，是吧？感觉有点像猛，是不是啊 ？OK， 一剑一个小朋友，是吧？当然呢，刚才那个拿那个双匕首的小兵呢，一下确实死不了，就差一丝儿血，但是呢，对吧？如果是玩3剑圣版本，你用武器的话，它会有一个波，如果你砍的位置正好砍到这个人之后，那个波再崩一下，正好就一管了。好，可以看到这里面如果有草剃剑给你的话，那还用说吗？那就不是跟你呜呜喳喳的了啊，那就是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干。OK， 下上。我感觉这是真过瘾呐啊！抓住之后，你看一个下上打血啊，这个已经很可以了。《三国志2》这个游戏呢，由于它没有什么其他的爆炸连击系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像什么暴击系统什么的，所以说打起来就非常的实在，非常实惠。一定要这个别着急啊。
好，来看看手里拿的倚天剑，应该是被我誉为除了七星剑之后，当然它也是可以把人砍倒的啊。它是2下把人砍倒，这样的话呢，多了一点点，多了几帧的这个砍人的这种感觉。哎，其实并不是能直接砍倒的啊。OK， 但是呢，它的输出能力还是蛮强。塔歪轴打这个吕布速度很快。所以说，在高手面前啊，每一个武器都有自己的专属用法。倚天剑呢是曹操的专属配件，正所谓倚天剑震威，青钢剑杀人，对吧？这个倚天剑是曹操是不离身的啊，当然也不知道那个孤号梦中杀人里面的那个那把剑是不是倚天剑啊？因为大伙儿都了解啊，青钢剑已经被赵云拿走了，倚天剑呢就在这个曹操身边啊，对吧？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随身配件，还是只是放在那儿装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倚天剑呢落在了这个曹操逃跑路线，然后由这个吕布看守。当然，这个吕布呢可能也是为了这么强的人物不出现的话呢，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啊，觉得不太好。所以说这个吕布啊，这个吕布出现，给他一个传说中的假象啊，就是说这个白门楼啊，曹操招降了吕布。卡住角落，这里面呢卡兵是绝对的神技啊！小的时候很多人呢被这个兵包围，或者看这个兵就烦，我赶紧就给他整死。你整死他，他就刷兵，整死就刷。相反，这个兵呢他是关键兵，不打死他的话，其他兵是不会刷的。当然，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也是刷了。也不知道他这个后期的话不用剑会不会更快一些，但这里面他选择了用剑。用剑打的话呢，第一时间打不倒，然后可以多砍几剑，伤害输出呢比较稳定。你可以看到，2下砍倒，目前为止还没有掉血的感觉啊。最后2下应该能死，用下跳的直接把人撞倒，2剑直接砍死。关键这个吕布呢还有防御的状态，很多人现在应该就算通关时间了吧？没有，他并没有算通关时间，还有最后选择把他给放走。当然，如果你打死他，那肯定速通又要慢个10来秒钟嘛。所以说直接逃。这样的话呢，32分钟啊，多一内内，这就通关了，对吧？跟之前的黄忠感觉差不多啊，是跟魏延比魏延要快的感觉啊，因为他的这个上限也非常高。OK， 那这是来自于我们的荆门大帝给大伙儿表演的一个赵云啊，除黄忠之外啊，最速通关记录。那么下一个《三国志2》的这个速通记录呢，也是黄忠的，他的记录也是超过了目前全网最快，也是我解说最快的啊。到时候大家伙也可以过来支持。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儿的收听。如果大家伙继续支持小狼，请点击评论、关注、转发、点赞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